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这大过年的没什么好消息，噩耗倒是不少。今天节目的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各位大陆朋友们，你们完蛋了，嘿嘿，真的。今天咱们主要来讲两件事啊，钱的事儿和生存的事儿。这两件事呢，其实是一件事儿。面具人在4天前吧，4天前啊，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比特币会摸一下4万1，对吧？看，又让面先知说准了，对不对？比特币在2天之前就已经冲到了4万1、4万2了。那这几天有看我节目的面粉们、观众们，在那个节目啊，我上一期节目，从那个时候3万6买入比特币做一个波段，那这个波段应该是能让你赚不少钱了，对吧？嘿嘿，所以说呢，看面具人的节目，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是多么的重要呀！不但能让你赚钱，还能让你及时的收到面具人对市场风险的预警，避免让你自己亏钱。因为你看涨跌，面具人我还都判断的比较准，10次里面我基本上能中个7、8次、6、7次，是吧？我不敢说我100%准啊。更重要的是，看我的节目能帮你认清政治局势。防止你被政治割韭菜，防止你被归零，防止你被破坏你的人生，听懂了没？看我标题也写到了数字人民币啊，数字人民币现在有新动向了，大陆朋友们，你们的钱要归零了，你们真的要完蛋了，真的，我不开玩笑。想知道为啥不？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提醒一下你们啊。把面具人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神秘大奖。那究竟是什么大奖呢？总之呢，是比我每个月送出去的$500转账还要好的大奖。到开奖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想要知道得到的是什么好奖啊？积极的转发分享面具人的节目就行了。好，来讲正题啊。我想补充一下上一期节目讲的那个徐州狗链拴女生，还强迫她生了8个孩子的那个事儿啊。我再补充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中国现在把这个暴徒标榜成了人民英雄，标榜成了感动中国人物。生了8个孩子，养孩子不容易呀，对吧？面具人，我上期节目中说过了，这种现象对女性是非常不利的。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当时咱们都没想到啊。来，大家现在想一下，那就是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最全面的大数据监控系统，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摄像头。可以说，你在中国走在任何一条马路上、小巷里面，甚至楼道里面啊，你都会被摄像头拍到。你看，你在大陆骂一句习近平，你立刻就能被查出来，轻则封号，重则呢直接把你抓起来，对吧？我相信这个是在座的各位都不否认的，是不是？再加上中国的什么人脸识别呀、体态识别呀、步态识别呀，就连那个冬奥会选手都惊叹呀，你戴着口罩都能给你把人脸识别出来。你们来看一下。Okay, they have this machine here that just knows who you are. Look, it pulls up your picture right here. You wear a hat, you wear the mask, everything, it still knows it's you. All right, let's see if we can trick the machine. Oh, get me! How does it know? 见识到了吧？可是呢，有一个矛盾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中国有着如此强大、如此健全的大数据监控系统、摄像头系统，可为何在中国每年还是有几百万的妇女儿童被拐卖、被失踪呢？并且呢，最终能查到的寥寥无几，失踪上几百万人，你能追回来的、能查到的了不起只有几百人。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其实你们从我党高调的支持，还派重兵保护这个暴徒就能看出来，共产党是支持拐卖妇女儿童的。打出来俺们报警，马上背下来，马上过来。
为啥啊？看，就像贾平欠操说的一样，其实共产党的目的已经从这些御用文人的屁眼里面放出来了。贾平欠操说了，这些村子如果不拐卖，他们就生不了孩子了，那这个村子就要绝后了，就没办法给我党提供韭菜了。听明白了没？你们算一笔账嘛，中国每年拐卖上100-200万、200-300万人，对吧？一个人再生上5个8个，那很快就能造出来几千万劳动力了呀。这几千万劳动力是可以用来供养红色权贵的呀，对不对？几千万的奴隶呀，挖矿、工作、盖楼、生产东西，这些都是红色权贵需要的呀，对不对？你们要知道，很多拐卖儿童的、拐卖少女的都是什么商人呀、出租车司机之类的。各位感同身受的去想一下，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你如果是个女的啊，肯定也有很多女观众看面具人的节目啊，看你是女的，或者你有女儿，你有兄弟姐妹，你想象一下，你在外面坐出租车出去办个事儿，买个东西，走在路上就让人给拐走了啊，给你弄个蒙汗药，或者拿个绳子把你一绑就走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这种下场，被拴个狗链子啊，天天吃狗食，还要强迫你，还要全村的人来把你叉，然后嘞逼迫你生上7、8个孩子。就算你报警，你想跑，村上的人也不让你跑，就连村长他知道他也不帮你。你家人报什么失踪人口呀，报什么人被拐卖了，去警察局查，来，你就算去警察局查，人家能查到也不给你查。很简单呀，你看什么这个大数据监控，摄像头一调，或者是语音匹配、关键词匹配，很容易就能查出来这个人他最近在哪儿，对不对？可是为啥就是不给你查？每年拐卖几百万，能查到的只有几百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为啥？因为国家默许这种事儿，明白没？然后嘞，被拐卖了怎么办？就拿个狗链把你拴住，强暴你，强迫你生8个孩子，为祖国添砖加瓦。然后你就在那个狗屋子里面啊，被铁链拴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上几个男的来强迫你生孩子倒是可以的。在中国啊，上到体制政府支持这种暴行，下到贱民屁民们也觉得，神经病就应该拴起来吃狗食。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残忍。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们想想，这个女的啊，她生了8个孩子，有7个都是男的，那这就可怕了。那其他的难道没有生女的吗？那其他的女孩子呢？那就你们懂的。各位体验一下，想象一下，走在一个随时会被拐走，并且呢报警也没用的这种社会，而且呢整体的社会就业福利对女性也不公平，并且呢女性自己也愚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生活在这种国家，你想想可怕不？我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就会想了，中国14亿人呐，每年拐个几百万，反正拐不到我头上。哎呀，气死我了！真气死我了！面具人，我就想说，你别觉得别人被拐走，拐的不是你，和你没关系。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每年有几百万人被拐走，就证明了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小。而那些受害者，他们在被拐走之前，也未曾想过自己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呀。这种事件能发生在别人的头上，就有可能发生在你的头上。别人的悲剧，别人的今天，就有可能是我们的悲剧，我们的明天。你们还觉得没事儿？反正拐的不是我啊，那神经病就应该拴个狗链子。神经病嘛，有口饭吃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当一个社会都是这么觉得的话，大部分人都这么觉得的话，那这就是索多玛。我告诉你，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昨天徐州都地震了啊，咋不震死那帮狗杂碎呢？你们记住了，一个社会的败坏，犯罪者和纵容者
还有冷漠的人，什么都不做的人，都是罪人。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承担这个罪孽。你不要觉得啊，你默默无闻，你冷眼旁观，你就能逃得过去了，各扫门前雪，是吧？那我就告诉你，雪崩之下无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啊！面具人，我还知道发个声，利用我自己的影响力去把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看清现在这种可怜残忍的事情，意识到这种错误。而你们呢？你们难道就是要默默无闻，纵容这种事情？那你们就全部都是这个索多玛城里面所有的罪人。中国现在可怕不？不可怕，真的不可怕。你硬要说中国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中国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这些人不觉得中国可怕，他们觉得这是美好的天堂。那最可怕的事儿无外乎就是觉得地狱是天堂嘛。面具人，我想问一下各位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恶魔为什么生活在地狱？这是一个我想了半天觉得非常有趣的问题可怕不可怕？想一想都可怕。别急，更可怕的还在后面，那就是你的存款要归零了。大家来看这些图2家银行宣布停办现金业务。听好了这里面说的是停办，不是暂停他说的是停办现金业务，停办，明白了没？那这个停办对于很讲究文宣文字的中共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停办现金说的就是永久停掉现金，懂了没？而且专家也说了，已经提前给你们打预防针吹风了，那就是后续会有更多的银行跟进停办现金业务。你们看图辽宁振兴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都要停办现金业务。真的是乌托邦呀！我自己的钱还要被停办，我的钱还不能取。我现在告诉你们，就算是还没有到停办的那一天，你现在想办理取现金或者是现金转账等业务还要另外掏5%的手续费。5%的手续费，对，你没听错，那就相当于你来来回回取上个20次，你的钱几乎就没了。5%的手续费呀，一笔交易呀，那这个手续费相当之高了。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党中央已经放话了，2025年之前全面消灭现金。那为啥不让你用现金呢？不就是为了让红色贵族完完全全掌握你的钱包吗？让你用数字人民币吗？对不对？你用了数字人民币以后，你的每一笔交易都是会被监管，并且呢，你这个钱怎么用都是被红色贵族管控的。面先知可给你们喊了2年了不信的翻翻我原来讲数字人民币的节目我已经讲了几十期了我一直在给你们警告这个事情，我警告了2年了，不知道有几个人听进去了有几个人提前做出了防范风险的准备。我2年了讲了不下50期数字人民币的事情，一会儿我把这个链接都放在节目底下。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叫你们跑了，能出国的赶紧出国，能把钱转走的赶紧转走。现在呢，爽了，不让你用现金了。妈的，在中国现在合着用现金感觉就像违法犯罪了，你们知道不？我操，你的钱不能取硬要取还要掏5%的手续费我自己的钱我不能取，我自己的钱我取不了了，以后还要被变成数字人民币，变成了数字人民币以后能买啥不能买啥都不是我自己说的算人家给我规定我1个月的工资我赚的多少钱，先把他那个什么税扣掉，完了以后我的钱只能用来多少钱去加油，只能用来多少钱去买饭，只能用来多少钱去交房租，完完全全都是可以控制的那我还赚这个钱干啥嘛？我还有个屁的财产，我还有个屁的私人个人隐私，我的钱我都不能自己想怎么花了，花都花不掉，想转到国外就更不可能了。那我标题写的
人民币归零了，这不是归零，这是啥嘛？啊，惨呀，真惨！以上我说的什么拐卖妇女儿童呀、虐待妇女呀，包括把你的钱不让你取，这些都是社会政治。你仔细想想，这些灾难发生了以后，政治灾难发生了以后，你觉得你赚再多钱能怎样？你赚再多的钱能保证你的孩子出去不被拐卖吗？你赚再多的钱能保证摄像头拍到了你的孩子能给你汇报吗？就算拍到了也不给你查。你赚再多的钱有啥用啊？你说孩子小吧，你天天接送，可是呢，等你孩子大了，10几20岁了，你要跟着送，你孩子也不会让你跟着，对不对？你见过哪个18、9岁、20岁的孩子跟同学出去逛街，跟朋友出去逛街，跟同事出去逛街，还要被自己的妈跟着？几乎没有吧，对不对？啊，女孩子出去和朋友吃个饭，买个衣服，逛个街，打个出租车，然后呢就被拐走了。拐走了也不帮你，拐走了也不给你查，报警也没用。为啥？因为背后有政府支持。你说你赚再多钱有啥用？辛辛苦苦生了个孩子，孩子被人家掳去当性奴，生8个孩子当个狗一样拴起来。来，你再想想，你赚再多的钱，你能挡得住共产党不让你取你的钱吗？你能挡得住共产党把你的钱变成这种数字积分、数字人民币、数字公分吗？数字粮票吗？你能挡得住政府的铁拳砸住你，把你的钱共产了，把你的钱抢走了以后，给你这个数字积分啊，这个钱只能买这个，不能买那个，那个钱只能买这个，不能买那个，挡得住吗？打你就是蠢，你知道不？啊，我喊了2年了，啊，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意识到这种危险了？还你讲经济就讲经济，跟政治没有关系，这些东西跟政治没关系吗？啊，有些人还天天觉得自己画个 K 线，画个 K 线他就能当人生赢家了。画个 K 线他就能成功了，画个 K 线他就能当人生赢家了，啊！来嘛，你们来看一看油管上这些画 K 线的博主，大部分人家都是在国外画 K 线的，听明白了没？你个奴才，你在国内当个奴隶还要画 K 线，你跟人家能比吗？人家画 K 线，就是消遣，就是割你们的韭菜呢，听懂了没？人家就算在国外，还要跟共产党的这些币安呀。什么火币欧亿呀，沆瀣一气，用大数据做反指标，割你们的韭菜，你们还一个个香得很。这个什么头顶形态啊，这个我在美国有一个豪宅，你们都跟我杯底形态啊，今天一定会突破的啦啊！各位大家一定要跟我好好学交易，我让你们做多的时候，你们就做多。千万不能看空，我让你们看空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做多，看在多少的这个区间，大家在这个点开一个空，然后呢，在这个点再开一个多，然后呢，你空多空来空去，你的钱就被人家吃客损，被人家把你爆仓就爆完了啊！什么在节目底下刷一大堆假留言、假评论。哎呀，大人你说的太好了，大神你说的太好了，你是我亲爹，我今天不看你节目我就要死了啊！这么假的留言你还能信？正常人有那样说话的吗？有吗？哎呀，我跟你说，有些人啊，他死他惨，真的有时候自作孽不可活。就这有些傻逼还说面具人你不懂技术，你不懂 K 线，你讲不了指标。来，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一下，什么叫技术？什么叫 K 线？那合着我把这个交易所软件一打开，我画一根线向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这根线向上就证明它会涨，然后呢，我过一会儿再画一根线向下，从技术角度上来说，这根线向下它就会跌，然后呢，我看图说故事嘛，就像那个傻逼大人一样，他昨天明明说，我让你们做空，然后呢，涨了，把一堆人爆仓了，信了他的狗屁话的人爆仓了以后，第二天他又做节目说，看这个 K 线昨天涨了吧？我昨天做节目就是给你们说涨了。人活的就这么不要脸了，然后呢，你们还信所谓的什么技术 K 线？
你 K 线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未来吗？你 K 线能修改现实吗？你 K 线能把习近平 K 死吗？啊？哎呀，哥呀，不要做幻觉了，不要做梦了，好不好？还有些傻逼说面具人，你讲财经就讲财经，别讲政治嘛！啊，别讲那个什么杯底形态了，什么头顶形态了，真突破了，假突破了。哎呀，我听到那个人的声音我就恶心，你知道吧？啊，哎，我说混了啊！哎，那个人啊，那个人真把我恶心住了。讲完反指标，然后吹牛逼，天天吹牛逼，说自己做交易每天能赚几十万，每个月能赚几百万。来，观众朋友们，你们用脑子想一下，如果说这个人每个月能赚几百万，每年能赚几千万上亿，他还可能天天在他的屏幕下方，在他的节目里面去推荐让你注册他的什么二维码，让你注册他的账号来赚你那几十块几百块钱的返佣吗？啊，一个赚几千万几个亿的人，天天盯着那个几十块几块钱去赚啊，还要逼着你去注册，你不注册还不行，你不注册他赚不到你这几十块钱，他就跟死了妈一样啊！你觉得正常不正常？这些人啊，他们和交易所是沆瀣一气的，你买币就买币，买币跟做合约是两回事儿，你做合约跟你买币没有任何的关系，做合约叫赌博，不叫炒币，你做的只是合约，只是一个骗局，你手里面是没有任何币的，听懂了没？这些所谓让你多多空空的，让你频繁交易的那些骗子博主，他们跟交易所是沆瀣一气的，他们就说白了是帮交易所拉赌客的，帮交易所拉业务的，并且呢要把你拉进去亏钱输钱，他才有钱赚，听明白了吧？就像那个拉皮条的赌客嫖客啊，你得产生金钱交易了，你得把钱装到人家老板的袋子里了，你这个拉皮条的才能分到钱，对不对？买币是你把币买到了，你做合约跟你买币没有任何关系。一天到晚的杯底形态、双峰形态、头顶形态啊，明明不是台湾人嘛，还要学台湾人的口气讲话。阿妈叫你回家吃饭啦，是不是啦？台湾人啦，你装什么台湾人啦？啊，你既然装台湾，你装你妈了个逼台湾人呢？啊，还把自己弄得邪教大人、某某大人、某某大神，啊，来，你装台湾人，你给我骂一下习近平，你敢不敢？啊，还装台湾人，动不动刷一堆假留言说，哎呀，大人，你是台湾人呀，呀，你讲得太好了。啊！我今天不看你节目我就亏钱了啊！我今天难受，我必须得看你节目，笑死我了！还说面具人，我讲财经就讲财经，不要讲政治。没有政治，你赚啥钱啊？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赚钱，你敢违反政治吗？你敢在违反政治的情况下去赚钱吗？你看不清政治局势，你赚再多的钱有用吗？啊，我说错了，你看不清楚政治局势，你就根本不可能赚到钱呀，对吧？就那些个智商，连自己做合约是不是炒币都分不清楚，连底下那些个留言是真的是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想出来混社会，还想赚钱，把那一个傻屌广西人捧成台湾人，一边自己还要高喊爱党爱国，把自己捧为什么爱国 K 线大神，然后呢还要装台湾人，骗台湾粉丝。面具人我不敢乱说啊，我在台湾人群当中有没有影响力，台湾人可以给我留言，包括我的三观啊。其实有时候人交朋友啊，你并不能说我是不是模仿你台湾人的口音啦，哎呀，这个头顶形态呀，杯顶形态啦。其实全世界啊，哪儿的人都有，印度人、土耳其人、美国人、河南人，对吧？英国人，啊，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每个地方人的口音，对不对？但是人交朋友看的是三观，看的是格局，明白了没？啊，
面具人我就从来不学台湾人说话，但是我也相信很多台湾人不反感我吧，因为我们的三观比较合得来一些，是不是？我们的格局比较合得来一些，是不是？我可没说我是什么爱国 K 线艺术家，什么狗屎大人，你不是说你是台湾人吗？你是台湾人，你骂一个习近平看一看，中国大陆发生了这么多的悲剧，你咋不讲呢？中国人的钱马上都要被归零了，他的人民币都取不出来了，你咋不讲呢？还天天跟这些交易所沆瀣一气带反指标把人家割了，还要搞什么假留言，然后呢出了事以后再装自己是台湾人，让别人都觉得台湾人都是搞电信诈骗的你真他妈牛逼呀！这种人就无耻无底线，气死我了。好，回归正题咱们继续来讲一下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是涨还是跌我相信这个是你们很关心的。来，我直接给你们说答案吧。关于比特币接下来3-4天之内的走势我个人是比较看跌的。有人会说比特币马上要去46000了，就连那个什么装台湾人的大人也说比特币要去46000了，可以做多了。但是面具人，我认为你不能一味的太乐观希望越大，有时候失望也会越大。我认为比特币接下来有可能再往38000、39000回一下。因为你们来看这张图，最近的上涨都是大进量，那这就有2个讯号，一个呢是之前的散户们因为追涨的不多，散户们进场的不多，所以呢庄家就比较被动吸引不了韭菜的话，他这个钱放在比特币里面也烫手，所以呢他就得赶紧拉盘，造出来一个上涨的迹象，然后呢让韭菜 FOMO 追高。但是呢在这个拉的过程中这就是第2个情况要考虑了。如果说在这个拉的过程中庄家们觉得他的利润达到了，吸引的韭菜足够了，那他也是可以把一部分资金抽出来然后套利的。但是呢他始终是把钱垫进去了，所以呢这个下砸区间呢不会特别的大，我们暂且定到39000如果说跌到39000出现了，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走一步看一步，明白了吧？千万不要给自己定太大的计划，除非呢你是真的看好这个币，看好整个市场的长期发展，那其实无所谓了你要是真觉得比特币能涨到8万、9万、10几万，你就现在随便买什么3万呀、3万5呀、4万买，无所谓，因为你是拿长期嘛，对吧？如果说你只是想做短期波段的话，那你就最好谨慎一点，保守一点，不要贪。你要贪你就做长期，你要做短线，那你就要在止盈和止损当中做出一定的权衡，一定要保守。然后呢我现在可以警告你们一下最近不要乱投项目，最多买点公链币，因为近期割韭菜的项目太多了，因为这些项目方他们自己也知道，在新的一年新浪潮出来了以后，他们自己会被淘汰，但是呢之前的合约、之前的网站、之前的项目已经做好了，总不能让它烂掉吧，所以呢紧急推出来，赶紧割一波韭菜，能烂就烂，能赚就赚。你们看这张图这个人跟着我项目赚钱了，基于大头，包括之前的 AXS、XA， 对吧？可是呢他离开了我，自己瞎投就亏惨了。提醒一下各位，这年还没过完呢，今年才刚刚开始，很多大机构包括专业公司，他们的大计划第一季度的计划第一季度的项目还没出来呢，真正的新概念、新浪潮还没来呢，你急个啥嘛？赚钱永远不要去贪，永远不要去急当然也不能不急我说的是机会很重要，时机很重要，各位保存好实力，别到时候东风来了你却上不了车，眼巴巴的看着别人赚钱，你却没有资本了，这才是最惨的。提前给你们透个底儿最近我确实有发掘了一些新概念，接触到了一些最尖端的前沿公司。今年掀起像 XA、AXS 这样的40-50倍不更大倍数的浪潮的引领时代的项目的人
还是我，面具人。你不信？你不信咱们就走着瞧嘛，对吧？从 Axie、平头哥、AVAX、Matic 一路走过来，面具人我最爱说的就是，到时候看，走着瞧。OK， 如果你们想要紧跟面具人的财经讯息，达到利润最大化，或者及时避免金融风险、政治风险，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新世界的船票不多啦，祝你好运，再见。